belakang ni, Fik. Weh, Fik, apa dia, Fik, cepat, Fik. 废弃的农场。接下来的片段是由一个超自然现象调查团队拍摄的。这一次，他们正在调查一个废弃的农场。据说这个地方经常有女鬼在建筑物周围附近徘徊。当地人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某位房客的灵魂，他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离开。由于没有直接通往房子的路，这个团队决定爬上阁楼，试图从楼上的一个窗户进入。就在这时，摄像师捕捉到了这个奇怪的画面，一起来看看。在窗户的右上角，一张奇怪的白脸正窥视着他们。这会是传说中困扰这所房子的那位女士的灵魂吗？在看到这张脸后，出于恐惧，他们从屋顶上跳了下来。你们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鬼魂目击事件，还是只是一场骗局呢？请告诉我你的看法。床底鬼脸。这段视频是由一个年轻的男子拍摄的，他正在记录他的日常生活。他提到，自从搬进新家以来，晚上他都很难入眠。当时他正架着一台相机自拍，但当他的相机突然倒下时，事情变得诡异起来。男子捡起地下的相机，重新放到架子上，准备调试角度时，摄像机拍摄到了床底的一张鬼脸。男子当时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有些人认为，这可能就是他晚上难以入睡的原因。他们家里真的有一个鬼魂躲在床底下吗？说说你的看法吧。孤魂野鬼。这段视频是由一位年轻女子拍摄的。当时他正在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庆祝生日，他们正在森林外面放烟花，并用相机记录下来这美好的时刻。在看完录像后，他们注意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拍摄视频的女子说，她看到朋友的脸庞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这让她深感不安。她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从视频可以看出，那似乎是一张白色的脸，但它没有身子。这是森林里游荡的鬼魂吗？想想就害怕。敲门声。以下片段来自德国，视频博主在自己的公寓里经历了一些超自然现象，并拍摄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他在第一个视频上写道，这样的事情几乎每晚都会发生。
我们可以听到博主家门口持续且非常响亮的砰砰声，但是当他走近时，从门镜里却看不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一些评论者警告博主不要开门。关于敲门声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敲门声意味着有孤魂野鬼想住进家里，有的则说这是死亡或坏消息即将到来的预兆。第二段视频更加令人困惑，请注意阳台门，一起来看看。当博主正在检查窗户和门时，可以看到一个黑暗的身影在博主身后悄悄靠近。这个幽灵般的身影全身都是黑色的，他的手臂似乎是向前伸出。令人惊讶的是，当博主转过身后再次看向阳台门时，那个身影就消失了，并且阳台门也被打开了。你觉得博主家里在闹鬼吗？那个孤魂野鬼已经住进博主家里了吗？可怕的身影。一群朋友夜晚的时候在路边玩耍，其中一个人正在骑自行车，他的朋友在给他录像。当摄像头正在拍摄自行车时，注意看后面那个可怕的白色身影，他好像正在注视着他们。男孩们被这个可怕的身影吓到了。Okay. Aku mengharapkan ni, Fi, apa saja Fi, cepat Fi. 你可以看到这个幽灵似乎瞬间消失了，而害怕的男孩们也迅速逃离了现场。不管这是什么，在我看来都很真实。露营。当你以为是独自一人时，其实并不是。YouTube 频道 True Horror Story 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分享了这一恐怖的重现。男子和朋友们一起在野外露营，半夜时他去了洗手间。当他以为自己独自一人在公共洗手间，结果发现好像有其他人也在那里。Aku ingat aku seorang tadi. Kau kat dalam? 他认为是朋友在洗手间里，于是询问朋友是否需要等他。Kau nak aku tunggu kau tak? Man. Wei Man. Man. 在发现这里并没有人后，他离开了洗手间并返回营地。Apa kena buat tadi? 然而，当他从噩梦中醒来后，却发现这场噩梦似乎还没有结束。Sorry man. Perut aku sakit gila lah. Tahan sekejap ni. Sorry, aku tak boleh tahan lah. 这是又一场梦吗？还好，这只是一个情景重现。我能感受到这场重复噩梦带来的深深恐惧感，这是我绝对不想经历的循环。鬼扯头发。这一幕应该会让这名女子尖叫着冲出房子。这是一个安装在客厅的监控设备拍摄到的画面。她在凌晨3点左右捕捉到了客厅里发生的异常事件。注意看女子的马尾辫。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子身后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就连狗也对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做出了反应。那么你认为是谁扯了这名女子的头发呢？一个看不见的鬼魂吗？黑影。接下来的这段视频是由莫妮卡发布的，她声称在工作中捕捉到了非常诡异的事情。她和几个朋友在某个地方担任保安，据她说，这个地方已经废弃了一段时间。她的工作是巡逻这个区域，以防有人试图闯入。但在接到现场检测到有人的通知后，她就看到了这一幕。When we check the cameras for somebody, always looking for somebody. We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is. To the ghost. No. Who's on call? We need to check the one in the office. Mira. And this is the same one that's in our office after everybody leaves because I can freaking hear it. There it is. Oh my god, I'm getting chills. I quit. And it moves fast. Wow. It does. I said hi. It waved to the camera. You saw? Mira. We didn't see all that. Oh my god. We didn't get this far. We didn't get this far because we were so impressed by the first one. Wait. Oh, we didn't get this far? No. There's more. This one. It keeps coming back. She keeps setting the cameras up. Mira. You can see the time. Y ahí va, otra vez. What the fuck? This is crazy. No sale la gente, güey. 一个巨大的阴影物体以非常奇怪的方式移动着，它先是从地下钻出来，然后爬到墙面上，最后消失在窗户上。由于太过害怕，他们没有去到现场，只敢通过监控摄像头观察这个身影。尽管过去很久了，但莫妮卡表示这段视频仍然让她感到毛骨悚然。她说这是她唯一一次在镜头中捕捉到真正无法解释的东西。你认为那个黑影是什么呢？某种动物吗？还是幽灵呢？医院鬼脸。这段视频来自墨西哥，拍摄于某个看似普通的医院内部。在视频中，我们看到上传者在医院里走来走去，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在某个时刻，他走进了一个房间，然后转过身去探索其他地方。接着他开始沿着一条走廊往前走。但正是在这里，这段看似平常的视频立刻变得令人毛骨悚然。一起来看看。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在视频的后半段，屏幕的右侧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孔浮现出来。这张脸属于谁？或者他是否是人类？目前尚未确定。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怪物，这是一个怪物还是什么东西？这个视频展示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怪物，一起来看看。Chester, bro, go to your bed, bro. Go to your side is over there, bro. Like, bro, look at this, bro. He's tripping, bro. Yo, Chester, go over there, bro. 奇怪的是，男子似乎并不害怕这个怪物，就好像这个怪物是他的宠物一样。有的评论者指出，这好像真的是一只宠物狗。无论它是什么，我可不想它太靠近我。Bro, he's tripping, bro. Yo, Chester, go over there, bro. 你觉得这个怪物是什么呢？真的是一只宠物吗？如果是的话，你愿意养这样的宠物吗？评论区告诉我吧。会动的鞋子。这位视频博主上传了这段诡异的画面，并说他希望人们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相机里捕捉到的东西除了鬼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可能性。他写道：
他去了亚利桑那州参加一场大学篮球赛，比赛结束后，他就在沙发上休息，吃些好吃的食物放松一下。上传者接着说，他开始拍摄喝醉的朋友。在视频中的某个时刻，这名男子的狗脸上带着茫然的表情，四处张望，然后突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Ashley, you look down. Oh, shit. Oh my god. Busted. I freaking wish I could have stayed there so much longer. Oh my god. This happens to me every time. I'm so sad. Whoa. What? Nothing. 这只鞋子怎么可能自己就能翻转到正面呢？这至少是非常奇怪和令人不安的。目前，粉丝们正等待上传者提供更多的更新，希望能有更多的背景或解释来揭示这一神秘事件的发生。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此事的合理解释，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可怕的东西。接下来的这段视频是由一个安装在卧室内的摄像头捕捉到的。这个卧室是一位母亲和她女儿一起睡觉的地方。和大多数父母一样，这位母亲买了这个摄像头来照看她的孩子，因为孩子经常独自待在房间里。最近，这位母亲的女儿一直在说些奇怪的话，比如提到一个她偶尔在衣柜里看到的男人，或者说一些诸如“我很害怕，因为他就在那里”的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母亲决定晚上陪着女儿睡觉，来安慰她幼小的心灵。而事情就发生在母亲陪她睡觉的某一晚，一起来看看。半夜时，母亲突然醒来，她立刻注意到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直到几秒钟后，她的女儿发出刺耳的尖叫，她才意识到不仅她一个人看到了这个东西。尽管她感到害怕，但并没有完全被吓瘫。她迅速照顾她的女儿，但即使如此，她也尽力避免看到这个明显的可怕景象。她用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显然无论它们上方是什么，都一定是可怕的。尽管这段录像缺乏背景信息，但录像本身确实让人毛骨悚然。他是否看到了女儿之前提到的那个男人呢？无论那是鬼魂还是其他什么，观众都同意，这对母女那天晚上确实看到了一些真正可怕的东西。直播现场。这段视频来自一位南美洲的网络主播，他在直播时捕捉到了令观众震惊的画面。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但直到今天，这个片段仍然令人困惑。这个视频片段来自一场直播，当时在线主播阿里正在为一周的生活采购杂货。这次事件发生在他家里，在直播结束前几个小时里，阿里一边和观众聊天，一边切水果。在和观众聊天时，粉丝告诉他有人在他身后，他以为粉丝在开玩笑，可能是想吓唬他，于是他耸耸肩，并没有在意。但随着直播的继续，发生了一件让他的观众吓得魂飞魄散的事情。Dicen, la niña de atrás que no hay niñas atrás, dejen de querer asustarme. La niña de atrás que no hay niñas atrás, dejen de querer asustarme. 在背景中，一个身穿白衣、披头散发的身影短暂地出现了1秒钟，这非常奇怪，因为阿里独自居住，
家里并没有其他人。据观众说，这个身影看起来像是一个孩子，仔细观察，似乎是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然后又迅速躲藏起来。刚开始，阿里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是谁，但在观看这段粉丝录制的视频后，他清楚地知道他们不是在和他开玩笑。事实上，确实有人或有什么东西就站在他身后。那么，那个可怕的身影到底是谁呢？他的穿着打扮为什么如此诡异呢？这一切都是一个谜。隧道怪物。一个男孩听到从隧道里传来的尖叫声，于是他决定去检查那个地方。Like screamer or something in this tunnel. I'm gonna go check it out. What the hell? 突然，男孩听到从里面传来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Hello? What the fuck was that? 我把视频调亮一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隧道里有个奇怪的东西。在听到那个生物的尖叫声后，男孩吓得跑开了。经过这次事件后，我敢肯定，他再也不会来这个隧道了。马路幽灵。视频博主上传了一段影片，展示了他于2023年7月30日凌晨2点48分，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视频片段。很多人认为深夜行驶在这样一条漫长黑暗的路上会非常可怕，当然，通常这些恐惧也只是心理层面的，但在这个视频中，它们确实发生了。当视频博主平稳地开车时，他突然在路上看到了一些东西，这足以吓走任何人的灵魂。一起来看看。突然之间，一名穿着白色婚纱的女子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路中间。上传者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她转动了方向盘，以避免与这位神秘女子相撞。如果这是一些奇怪的幽灵或其他什么东西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万一撞上这个东西，说不定会出现更可怕的后果。人们相信鬼在夜晚的偏僻道路上出现，是因为各种原因。一些人认为他们与那些地点发生的悲惨事件，如事故或意外死亡有关，而另一些人则猜测他们因为未解决的情绪或未了的事情而徘徊。所以，这会是路上的一个女鬼吗？还是一个行为怪异的人呢？看完这个视频后，你下次夜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一定要格外小心。地狱使者。这张照片是由一名男子分享的，他在那天晚上拍下了妻子和刚刚去世祖母的照片。后来，他们在查看照片时，却有了意外的发现，这也是他祖母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诡异。这张照片是在他家里拍摄的，当时家中只有他们3个人，也就是说，他的相机捕捉到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身影。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邪恶的幽灵，正对着镜头笑，
这个幽灵和祖母的去世有关系吗？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说不定这个身影就是地狱派来迎接祖母的使者。幽灵女巫，这是一位超自然现象爱好者分享的，他探索了一处废弃的建筑遗迹，据说有一个女巫在这栋建筑里住了几十年，在她去世后，人们表示经常能在那里看到她的灵魂。受这些传说的吸引，男子来到这片区域进行调查，一起来看看他拍摄到的内容。好像有什么东西躲在柱子后面，并且窥视着这名男子。他认为这可能是女巫的灵魂，但谁又能确定呢？奇怪的生物。这段视频很短，一个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某个奇怪的生物在走廊上走动的画面。这个生物看起来像是一个人，但却没有躯干。你觉得这个生物是什么呢？一个怪物，还是一个鬼魂呢？可怕的生物。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一只奇怪的生物，一个类人生物，身材矮小且富有攻击性，像四足动物一样行走。当我们放大图像时，可以看到他的脸很诡异，这绝对不是人类。这个可怕的生物是什么呢？你有头绪吗？恶魔之手。视频博主在网上上传了这个恐怖的片段，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遭遇到了一些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显然，有一个幽灵在困扰着他的整个家庭。最新一次恐怖的捕捉显示了一只奇怪的手，这只手似乎不属于任何人。那到底是谁的手呢？一些评论者猜测，这可能是恶魔的手，因为它看起来并不像是人类的。但是谁能确定呢？这无疑是非常诡异的。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会动的罐子。一起来看看这段恐怖的视频。好像是在一个工厂环境中拍摄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这诡异的一幕。
这段视频捕捉到了一个罐子突然从桌子上跳到地上，令困惑的员工不知所措。为了寻求指导，员工找来了主管，但就在主管到来时，另一个罐子又无缘无故地在桌子上移动起来。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些事件是否表明摄像头上捕捉到了真正的鬼魂存在？又或者，这里正在发生地震呢？附身。这是一段十分奇怪的视频。视频中的这名女孩行为非常怪异，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一起来看看。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孩被许多人包围着，其中2个人将女孩控制住，其他几个人一直对着女孩在说些什么，似乎像是某种咒语。突然，女孩情绪失控，尖叫起来，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那么，你认为视频中的这个女孩是怎么回事呢？她是被附身了，还是突发某种疾病呢？在我看来，女孩被鬼魂附身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犯病的话，为什么不送到医院里去呢？ UFO。 如果你在一条偏远的道路上看到一个未知的飞行物在你头顶盘旋，你会停下来吗？我肯定不会。视频博主就这么做了，他正在与他的观众分享发生了什么。 Hey, listen, yo, check this out, yo. I see something in the sky, yo. I'm telling you. Hold on. Yo, check this out. No BS, man. 一个三角形的飞行器在空中飞行着，从灯光可以看出，这个飞行器一直在旋转。很显然，这肯定不是飞机。那个神秘的飞行物到底是什么呢？除了 UFO， 我想不出来更好的解释。消失的人，人是否会凭空消失？ 还是这只是黑客帝国中的一个小故障？这段视频最近在网上广泛流传，视频中的人们似乎在医院里凭空消失了。我无法验证这段视频的原始来源。该视频由4个不同的安全摄像头拍摄的，一起来看看。 当视频中的一部分人突然消失后，剩下的人们开始恐慌起来。单独看每一个场景，你可以看到，当人们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时，他们的反应是有所延迟的。 患者和医生都消失了，无人能够幸免于这场突然消失的景象。他们手中的物品也随之滑落，并没有和他们一起消失。 这里发生的一切让人难以解释。
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真的令人费解。为什么有些人被带走了，而有些人却没有？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希望这只是电影中的一段场景。皮行者。这个视频的博主表示，他们在某次夜间露营时捕捉到了相当邪恶的东西。半夜的时候，他正在睡觉，被附近发出的声音吵醒。他以为是小动物，于是过去查看，谁知道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一起来看看。屏幕右侧树的后面，隐约露出来一个苍白的东西。许多评论者说，这很可能是皮行者或某种类似雷龙的生物。有的认为这是鬼魂，但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只是某个电影片段，只不过它制作精良而已。恶魔。这是一段非常诡异的视频。视频展示了一个奇怪而诡异的生物，它的头上有角，仿佛是个恶魔。这段视频非常清晰，不论这是什么，它看起来并不像是假的。有的评论者说，这是地狱里的恶魔；有的认为这是一只变异的羊。你还有其他观点吗？消失的男孩。视频博主在网上发布了几段奇怪的画面。在他的家里，一个奇怪的男孩总是出现在房子的角落里，有时是在门后，有时是在某个角落里，然后就突然消失了。这种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后期剪辑出来的效果。除此之外，我无法解释那个男孩诡异的消失。至于你的看法如何，请在评论中告诉我。船上的怪事。这是监控设备捕捉到的一段录像，它拍摄于去年9月，地点是一艘在索马里海岸航行的船上。一开始，安保人员看到了一些奇怪的光球，但并没有在意。当时出于安全原因，并且他们正在穿越边境，船上低层的区域并没有人活动，该区域一片漆黑。但随后发生了一些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人影，看起来好像一团黑云正在形成。许多船员都确信这里发生了超自然现象。那么你觉得这是什么情况呢？一个在海上死去的冤魂出现在他们的船上，还是这只是监控设备的故障呢？鬼脸。如果你是一位宠物主人，那么这段视频可能会让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对你心爱的动物朋友产生些许恐惧。这段有争议的视频由劳伦于2023年8月11日发布在 YouTube 上。起初，视频看起来比较正常，是一段看似黑暗的走廊里的画面。当然，看到一个黑暗的走廊可能有点诡异，但除此之外，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只黑猫站在走廊里。起初，这只猫非常可爱，但随后猫的脸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在毫秒之后消失了。请务必仔细观察这段视频，看看你是否注意到了任何不寻常的地方。
出于某种奇怪而未知的原因，猫的脸突然变成了一张恐怖的鬼脸。对我来说，它像是一个尖叫的女人的脸。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张脸到底属于谁？还有，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只看似无辜的猫身上？这段视频是猫被鬼魂附身的证据吗？无论如何，在看完这段视频后，想要去拥抱你的宠物猫可能没那么容易了。鬼影。视频博主正在探索一个废弃的地方，他四处走动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直到转过相机时，好像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有什么东西正静静地从房子里注视着他，无论这是什么，在废弃的房子里被他注视着，想想就会害怕。怪物。这是一段很短的视频，视频的拍摄者在一个废弃的地方发现了奇怪的东西。在视频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可怕的尖叫声。这个生物长着妖精一样的尖耳朵，但却没有眼睛。你觉得这个可怕的怪物是什么呢？说说你的看法吧。鬼影。如果你在晚上的一条土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这位博主分享了道路尽头一个鬼魅般身影的镜头。那个身影蹲下身，但随后又突然冒了出来。对这个身影的近距离观察并没有解开谜团。这个神秘的存在在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条孤独的路上？更重要的是，它是鬼魂还是人？这一切终究是个谜团。废弃的学校。这段视频比较短，也没有太多的背景信息。视频的拍摄者正在记录一所废弃的学校。当他进入其中一个教室时，突然捕捉到了这可怕的一幕。一起来看看。在录制这所废弃学校的过程中，他意外地捕捉到一个躲在角落里的生物，它看起来像一个恶魔，对着视频拍摄者大声咆哮，看样子像是被鬼魂附身了。你觉得那个生物会是什么呢？评论区告诉我吧。夜班服务员。2024年3月18日，一名餐厅服务员在查看他刚刚拍摄的视频后，开始感到恐慌。视频中的男子名叫达斯汀·弗雷泽，他独自值夜班时，准备为朋友录制一段视频。这是他经常做的事情，因为和朋友交流可以让他独自工作时不会感到那么孤单。其他员工也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喜欢在这家餐厅独处。像往常一样，达斯汀为朋友录制了一段视频，但就在他准备发送之前再次观看时，他立刻吓得魂飞魄散。一起来看看。 No, because I'm freaking out, guys. So I just Snapchatted my friend, right? And I walked through, and now the alarm's going off. So I was walking through here,
And whenever you get right here, you can see something behind me. And I like watched it. I did like a playback before I sent it to him, right? And I don't have insurance, right? But I don't know, I'm just like, I'm gonna have to do something because I don't know. Just like, I feel like I need to go to a doctor, but like I'm constantly just like nauseous and I don't really know why. Like I have tried take medicine for it and stuff, but I don't know, it doesn't seem like it really does anything. And then whenever I go and I'm just like laying down and stuff, like I can. 当达斯汀一边拍摄一边行走时，摄像机好像捕捉到了某些可怕的东西。尽管光线不足，但我们仍然可以勉强看到那个神秘的身影就在那里。仔细观察，他似乎正在注视着达斯汀，而达斯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拍进了镜头。此外，当听到音频时，这段录像变得更加诡异。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声音，但很难分辨出说的是什么。然而，对于达斯汀来说，仅仅是这些低语就足以让他相信那晚发生了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个身影到底是什么呢？那个低语又是谁发出的呢？达斯汀没有给出进一步的更新，这段神秘的录像也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新家。视频的博主表示，他搬进了一个新家，从一开始事情就显得很奇怪。搬进去的那天，他在为家人录制的一次参观过程中，捕捉到了这个奇怪的女性身影。另一天晚上，博主注意到对面大楼里出现了一名奇怪的女子，她会是搬家那天在家中拍到的那个身影吗？当博主转身朝向他的朋友时，那位诡异的女士似乎就站在他身后，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注意到她。这意味着这个地方非常不对劲。目前他还在调查此事。毫无疑问，这个新房子内肯定在闹鬼。房间里的尖叫声。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发现女儿对自己卧室的恐惧与日俱增。特别是他对某个特定区域的关注，让这位母亲感到不安。母亲感受到了某种不祥的存在，她的焦虑情绪不断加剧。在一个命运多舛的夜晚，她的女儿惊恐万分地冲进她的房间，声称听到一个女人尖叫。尽管在检查房间后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的存在，但母亲的焦虑仍然持续着。直到他查看了女儿卧室内的安全监控录像后，他才面对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这也让他陷入了更深的恐惧之中。一个刺耳、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打破了房间的寂静。然而，除了女儿的恐惧尖叫外，母亲在家里并没有听到这个声音。有的评论者猜测，可能是安全摄像头出了问题，但母亲否定了这个念头。她提到了房间里其他令人不安的事情和女儿对某个特定区域的持续恐惧作为证据。担心女儿的安全，她想寻求帮助，分享了这段令人不安的录像，希望有人指导如何保护女儿并结束这可怕的经历。会动的玩偶。
这段视频是在一个大楼中拍摄的，一位父亲在这里拥有一个存储室，里面存放着一些古老的收藏物品。这个大楼以诡异而闻名，但这个大楼里发生的事才是迄今为止最诡异的。在所有的物品中，有一只玩具猴子，它的价值不菲。最初他并不想卖掉这个玩偶，但现在他希望有人能尽快买下它。自从拥有它以来，储藏室里的东西经常会自己移动。最近一段时间，员工们经常投诉噪音问题，他们认为这家人住在储藏室里，所以晚上发出很多奇怪的噪音。于是这位父亲决定安装一个监控设备，这就是监控拍到的内容。就像直接从恐怖电影中走出来的一样，这个玩偶自己会移动。在大楼里工作的员工和拥有这个玩偶的父亲一样感到害怕，他相信这就是员工们听到奇怪噪音的罪魁祸首。虽然目前还没有这个玩偶的潜在买家，但这位男士决定继续记录这只玩偶，看能不能捕捉到更加有趣的画面。对此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储藏室在闹鬼吗？隧道笑声。尽管这段视频发布于5年前，但现在看起来仍然相当吓人。上传这段视频的人名叫 Max， 当他和朋友在公园的一个偏僻区域散步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隧道入口。他和朋友出于好奇心决定探索这个隧道，但正如你们将看到的，几分钟后他们就后悔做出了这个决定。一起来看看。I'm gonna cut it enough. This is gonna get annoying. Hold on. Okay, so we got pretty far. Yeah, we got pretty far. That's the exit out there. So here's the manhole cover. You can kind of see it. Here's like a ladder, but yeah, we're pretty far. Where are you guys going up there? Do you hear that? Run. Yeah. 当他们走到一个死胡同时，听到从周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仔细听，有点像远处有人在笑。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出于本能的逃跑了。只有看完这段视频后，他们才意识到那是什么。那是远处回荡的邪恶笑声。当时除了他们之外，周围并没有其他人，这使得这件事情更加诡异。那么你认为那个诡异的笑声是谁发出来的呢？评论区告诉我吧。暗影博物馆。内特·雷特曼在首次遭遇超自然现象后，创建了一个超自然调查组织。他在内布拉斯加州购买了一栋房子后，开始了他对超自然世界的探索之旅。结果却发现这栋房子是灵异现象的频繁发生地。尽管后来搬到了奥马哈，但这些令人不安的经历依然如影随形，渗透到内特的日常生活中，促使他深入探索超自然世界的奥秘。Here in this area, this got blocked out. 内特与超自然现象的深刻接触，激发了他向世界分享自己信仰的热情。于是他创建了暗影博物馆公司。这家博物馆由内特和他的妻子凯莉共同管理。凯莉自称是一位灵媒。博物馆内拥有超过3000件闹鬼的藏品，分布在4层楼的空间中，因此赢得了全球最闹鬼博物馆的美誉。但是这些玩偶、吊灯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具藏品与其他博物馆有何不同呢？
这正是我们想要探索的。博物馆的 YouTube 频道上充满了大量的超自然证据，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视角，一窥超自然世界的神秘面纱。类特和凯利称，他们收藏的丰富闹鬼文物是由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慷慨捐赠的。这座建筑本身就笼罩在一系列都市传说之中，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博物馆的好奇和兴趣。有一些超自然现象被相机捕捉到了，以下是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确实，博物馆的藏品中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物品，足以引发人们的噩梦。在无数令人不安的展品中，恐怖玩偶占据了中心位置，让参观者感到复杂和不安。博物馆的走廊上摆满了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玩偶，邀请参观者直面自己最深的恐惧，并思考其中蕴含的奥秘。虽然对于超自然现象如钓鱼线或巧妙剪辑的视频的真实性存在质疑是合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暗影博物馆已经收到了大量游客的声称，证明他们在博物馆中确实遭遇到了真实的灵异体验。浏览评论可以发现，游客们对博物馆中弥漫的明显灵异能量有着一致的共识。尽管网上关于这些闹鬼玩偶背后具体故事的信息很少，但简短的背景故事暗示了这些玩偶与一些年轻女孩动荡的童年经历有关。这些经历据说导致了这些女孩的灵魂附在了玩偶上。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内禁止摄影和摄像的严格政策限制了证据的可获取性，仅限于博物馆主人自己记录和整理的内容。尽管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游客们的压倒性证词仍然强调了暗影博物馆作为超自然活动中心的声誉，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其中奥秘的好奇和猜测。这些故事和体验使得暗影博物馆成为了一个充满神秘和惊奇的地方，吸引着那些对未知和超自然世界充满兴趣的人前来一探究竟。虽然关于暗影博物馆的反馈绝大多数都非常积极，但也有一些描述引起了怀疑。一些游客报道说，他们在博物馆逗留期间并没有遭遇到任何不寻常的事情。此外，一位自称为这对夫妇打扫卫生的女性在博物馆的某个评论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表示，虽然她在打扫时并未遇到任何异常情况，但内特夫妇却会紧张地跟在他身后监视他的工作。网上发布的许多超自然现象，往往包括一些相对常见且之前已被多次目击到的事件。
这些现象包括门神秘的自动打开，物品无缘无故的倒塌在地面上，或者物品似乎自己旋转等。此外，还有一些情况下，物体似乎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在没有明显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自主地在地板上移动。此外，关于建筑物内出现光球的讨论也很普遍。尽管在超自然领域，它们通常被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但暗影博物馆发布的一段特定视频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在暗影博物馆分享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一群光球从天花板上降下，然后人们开始质疑这些光球是灵体，还是仅仅是空气中的微粒。此外，对于恶魔房间中存在电器设备的担忧也随之产生。另外，一位游客表达了他的失望，声称内特夫妇更重视经济利益，而非真正的超自然体验。这一情绪的爆发源于一起事件，游客们被额外收费参加与鬼魂共作的挑战，结果却发现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如嘶嘶声和香水的气味，实际上是通过自动空气清新剂模拟出来的。博物馆吸引力的另一方面是频繁出现的影子人物目击事件。内特夫妇分享了他们的安全摄像头捕捉到的这些事件的画面。我们能辨认出最清晰的图像是一个男性身影，其轮廓非常清晰，而其他则较为模糊。这张图像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特质，人们可能会想，这仅仅是附近某人的影子。暗影博物馆的可信度仍然笼罩在不确定性中，尽管它被誉为全球最闹鬼的博物馆，并拥有无数生动描述的正面评价，但仍然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最终，对博物馆的真实性取决于个人的信仰。对于那些坚信灵魂存在并将真正的闹鬼历史归因于博物馆内文物的人来说，参观将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体验。
这真的是世界上最闹鬼的博物馆，还是只是一个利用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迷恋来赚钱的企业呢？答案取决于你。我想说的是，只有亲自去体验才有发言权。黑影，这是一位年轻男子捕捉到的画面。他声称自己晚上在家里遭遇了一些超自然现象。刚开始，他被一些奇怪的敲击声吵醒。Not next door. It's like the f***. What the f***? Might be pipes in floorboard. So every time I look, there's nothing there, like it. On the stairs, quick. Nothing there. 里面的那个房间里站着一个影子，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是否意味着他的家里可能有一个幽灵呢？还是这只是潜伏在他家里的一个小偷呢？皮行者之村，猎人即将变成猎物。这个超自然调查团队在皮行者之村遇到了奇怪的事情。当他们探索这所房子时，他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线索。Is this some kind of shit? My what is that? I don't know. Why is this here? Dude, I'm so confused right now. Where are we, man? 这所房子的氛围让几个人感到不适，他们正准备离开时，却看到了这个。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Who's that? Hello? Who's that? It's coming. 考虑到这个地方的名字，那无疑是一个皮行者。这些人暂时成功逃脱了。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远离这个叫做皮行者之村的地方。草丛怪物，这是 TikTok 上的一段视频，自发布以来一直在网络上让人们感到毛骨悚然。这段视频是在深夜拍摄的，地点不明，是在一个有很多灌木和草的户外区域。我们一起来看看博主那天拍到了什么。奇特的生物在草丛中徘徊。起初，这个生物好像并不知道自己被暴露在镜头下，但在视频结尾处，它突然冲向博主，吓得博主仓皇而逃。你觉得这个生物是什么呢？说说你的看法吧。消失的黑影，这些男孩在黑暗的房间里静静地玩桌游，直到某一刻，一些奇怪的东西从他们面前经过。一个4条腿的小动物在背景中跑过，男孩们跟了上去，并可以近距离地拍摄它。
Brinca, tem nada aqui, doido. Cara, bola muito. Calma. Cuidado. Pode estar aqui atrás. Cadê? Não tá, doido? Doido. Cadê? Que porra foi essa? Sim, mano. Opa. Deve estar aqui. Ah, sumiu, cara. Caralho, bora subir.男孩们对这只生物的消失感到好奇，他们感到可能会有危险，然后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你对这段视频有什么看法？它是真实的还是假的？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外星生物，这个神秘的屋顶生物是外星人吗？视频博主分享了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甚至让怀疑论者也开始质疑一切。一名男子听到他们家屋顶上有动静，于是上去查看，结果看到了这个。Oh shit! All right. 他急忙跑到屋顶的另一边，想去抓住它，但结果发现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What the? Where'd it go? What is that? 那个神秘生物是否突然变成了一副骨架，还是这就是它的食物呢？我不确定，但在我看来，这看起来像是一副鹿的骨架。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看到的，要么是某种即将离去的生物，要么是所谓的皮行者，而这正是他最近的晚餐。去世的宠物。一位母亲的目光被住所后门附近发生的一起意外事件所吸引，出于好奇，她本能地掏出了手机，渴望将这一异常现象拍摄下来。这个特定区域之前也曾是她拍摄的对象，但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截然不同。她记得当时她的狗不小心弄坏了窗户上的玻璃。尽管那起事件最初给她带来了困扰，但现在他在心中却有了某种情感价值，尤其是自从他心爱的宠物去世后。然而，在这次拍摄时，他再次对准门进行拍摄，又遇到了另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Even when it's open, it shows up. Move. Can you move? Can you move? She's taking a video. You can see a little bit. It's coming back. Oh, it's got darker. Can you move your big ass head? I can't move you can. Wait, it moves spots. It's not in the middle now. It's like it was poking his head. Me? No, you're not. He's lying. Wait, it disappeared. Now it's disappearing. He's going to play with the dogs. And then it's going to come back. Sue started running around crazy. It's coming back. Yeah. That's crazy. No, because when I'm looking at it, I can see a face a little bit. 经过仔细观察，一个明显的轮廓逐渐浮现出来，它酷似一只狗在玻璃上留下的剪影。这个轮廓突然出现，仿佛那只狗正在耐心地等待进入，随后又迅速消失了。这家人无疑倾向于将这一转瞬即逝的幻影解读为他们去世宠物的灵魂，因为他们的宠物最近才被安葬，尽管遭受着失去宠物的痛苦，但想到他们心爱的伴侣仍然在他们身边徘徊，他们感到了一丝安慰。无论这是否归因于超自然现象，这段记录下来的影像都是对他们与宠物之间深厚情感的动人提醒。这种情感超越了肉体的界限，
在生命的约束之外依然存在。大脚怪。视频博主和朋友们一起出去旅游，在一座山上，他们拍摄到了奇怪的东西。这段视频拍摄于2016年4月。视频博主表示，我在树林中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大脚怪。一起来看看他拍摄到的画面。远处的一棵树后，似乎有一个奇怪的生物探出身子。博主走近了一些，以便看得更清楚。这个生物看起来有点像人类，但它全身是黑色的，这会不会是大脚怪呢？一些观众猜测，这可能是皮行者或者狗人。由于它的身形瘦弱且相对较小，真的很难说这是不是恶作剧。红外探测器。视频博主分享了这个奇怪的画面，他展示了博主晚上在家中经历的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特别是他的衣柜周围发生了一些怪事，这就是他拍摄到的画面。What the? What is that? What the? 有的评论者说，他在这里捕捉到了一个男孩的灵魂。真的是这样吗？通过这个红外探测设备，上面确实有一个奇怪的身影，但当镜头对准那里时，我们却什么也看不见。这会是一个骗局吗？说说你的观点吧。孩子的房间。在下面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醒来后，在他的卧室里到处走动。现在是晚上7点，孩子通常不会在这个时候醒来。根据母亲的说法，他通常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但不知什么原因，他醒了。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这段录像的后续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母亲确信这件事确实很诡异。请注意，他的孩子只会咿呀学语，无法复述他的经历，这就是被拍摄到的情景。自从这家人搬进这所房子才4个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里却有一个声音，据母亲说，这几乎听起来像是一个小女孩在和她的儿子说话。她被吓坏了，于是在网上分享了这个视频，希望有人能告诉她应该怎么办。这个事件加上她儿子的腿似乎被从床上拉下来的录像，让很多观众相信有超自然现象发生。你认为是这样的吗？术后诡异。这段视频是由一名年轻女孩发布的，在视频中，我们看到她深夜在外面徘徊，似乎正在一片山坡上闲逛，并对着镜头说话。起初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但后来情况就变得极其诡异。一起来看看。En la pieza, pero yo sentirlo alojado por acá. No sé qué está pasando, pero quiero tratar de grabar.
你看到了吗？突然之间，一个神秘的身影出现在树后，女孩立刻就注意到了，她尖叫起来并拼命逃跑。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看清站在树后的那个身影，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那个身影是否是人类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段令人不安的视频。它表明，即使你认为自己独自一人时，危险也可能无处不在。下次你一个人晚上走在某个地方时，注意查看四周。林间遭遇。当一次简单的林间驱车之旅变得如此恐怖的事情时，你可能再也不想开车出游了。视频博主分享了这段夜间在森林里奇怪遭遇的录像。What the f? What the f are you supposed to do? Ain't nobody supposed to be out here? Oh shit. 视频博主很好奇这个人在做什么，于是他们开车靠近查看，结果事情变得更加诡异了。No, look up. Did we go past it? No, it's right in here. Up in there. Oh, the light. Is that him laying on the ground? No, he threw the light on the ground. He threw that light on the ground. 在考虑到那个人可能需要帮助，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之后，他们决定离开，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个人到底想干什么？他只是想吓吓他们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他的目的达到了。未知生物。这段引人注目的视频来自一个俄罗斯 YouTube 频道，这位博主探索了这个偏远下雪的地方。但就在那天晚上，他感到了真正的寒意。他首先在雪地上发现了这些巨大的脚印。后来，他用相机捕捉到了这一幕。你别去了。潜伏在那棵树里的生物是什么？它有着发光的眼睛，但这个神秘的身影并不是这个人唯一的发现。那是什么？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它越来越近了。有的评论者认为它像是一只大猩猩，但眼睛却像恶魔一样。你听说过大脚怪吗？我们之前只是听说，现在亲眼看到了。闹鬼的房子。以下是一位女士的记录，她表示，自从搬进新家以来，发生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不知为何，大部分怪事都发生在她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I've been hearing noises. It's okay. It's okay. Shh, sit down. You scared? Hang on. Sometimes I'm hearing noises. Sometimes things get thrown off the counter.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see nothing because this is really creepy. I'm so over it. Come on, John, hurry up and get home.
Can you stop, please? Sometimes things get thrown off the counter. Sometimes the water gets turned on. It's really creepy. Who's it, Lucy? Who is it? I'm probably gonna go live as soon as John gets home so that I'm not scared while I'm recording. I don't want to touch it. That's just the cat box. Yeah, I'm gonna go live as soon as John gets here because I'm creeped out.第一段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抽屉自己打开，随后又自己关上了。鱼子检查了抽屉周围，并没有任何发现。第二段视频是客厅里的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同样也是家里的物体自己在移动。他家里真的在闹鬼吗？换作是我的话，会立刻搬离这里。